欢迎再次回到道次第的课程。我们现在已经谈到了 Marcia。我认识到每个人都曾经是我的母亲，然后 Tintin， 我会想起当他们身为我母亲的时候，所为我做的一切美好。即使是看到一只蚂蚁爬过浴室的地板 ，Chainsaw， 你知道的，我们该回报给他远多过他给予我们的，给予他佛果作为交换，将你抚育长大之恩。接下来我们来到了第4步骤，我们称之为 Ion Jumpa。是的 ，Ion Jumpa， 你们都知道这个字 Jumpa， 它就像是 Maitri， 我孙子的名字，但是 Ion 的意思是美好的。对你来说，他们看起来是美好的，这些人对你来说是美好的，然后你就爱上了他们。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第4步骤。很好，那是下一行，让我们一起读下一段。你进到第4阶后，当你凝视着人们，你觉得对你而言，他们如此美好，就好像你在一些平凡人身边，你正和他们一起做一些很平常的事，然后你看着他们，接着你说：“老兄，他们看起来真美。”你知道的，不是感官上的美，对吧？但是你感受到这些人们身上所散发出的美围绕着你。这有点像是你正和一群人一起工作，然后你们一起承担一些困难的工作，并共同完成这些工作。之后，每个人在你眼中都很顺眼。Nampa Chawang 是指人们在你眼中看起来是如何的。Geshe Potowa 是葛当派的一位上师，大约在1000年前的西藏，有一位年长的妇人 Amagemo， 指的是比较年长的妇人。老妇人走到他的面前说：“什么是美好的爱情啊？拥有那样的爱情是什么意思呢？在那里，你所看到周遭的人，真有那么美吗？好的，那是什么？你如何描述爱？你如何得到爱？然后呢，他就说，这有点像是你对你儿子的爱。老妇人的儿子叫 Tuligor， 就像是我们叫别人约翰或帕奇之类。他说道：“帕奇，你给你儿子的爱，那就是美好的爱啊。而学习道次第真正的目的，就是把这份爱给予每一个人。你觉得你儿子如此美好，是因为他是你儿子，但是你能够以看待儿子的眼光看待每个人吗？当你觉得身边的人都很好，他们也会发现你很好。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第4个步骤，培养菩萨观和菩提心，即为美好的爱。先以美好的眼光看他人，我们心中就会有母子团圆的画面。接着你可以想象，妈妈看着自己的孩子，觉得他们很漂亮。妈妈深爱着自己的孩子，她觉得自己的孩子非常美好。好的，我们回到文本吧。现在一个非常有趣的想法，他说，顺道一提，其实你们不需要学第4步骤，你们不需要学第4步骤的。然而你们喜欢学什么？我现在正在学习。他说，不，你不需要学习这个。承认所有人都曾当过你的母亲。想想他们对你的慈爱，思考如何回报这些慈爱，然后自然地，我们心中就能产生它的影像，好吗？你在自动导航的车子里，对吧？你不需要驾驶着车子，你的意识会直接视它为美好的。一旦你决定这么做，你会促使你的母亲得到开悟，然后你会觉得她很美丽。所以帕班卡仁波切说道，第4步骤有点像是自动达成的。一旦你做了前面3个步骤，然后就会自动走到第4步骤，你不需要思考。
New on turn 指的是这些步骤做得很顺。假如你顺利达到前3步骤，视她为你的母亲，想想他们为你付出的，你会想要回报他们。Rangsuki 的意思是说，这会自动发生。但是当前人类的状况是怎样？在整个宇宙中，所有的人都怎么了？Dagala Yode， 这意味着忘记他，在他们心中没有终极的快乐，忘了他吧。他们心中甚至连普通的幸福快乐都没有，他们甚至无法获得普通的幸福快乐。我们应借着带领我们的母亲获得终极的快乐幸福来回报她，但是现在我们无法给她平凡的幸福快乐，哪怕是几分钟都没有办法。要使另一个人快乐很难，对吧？不，格西，我妈妈有时候也会感到快乐，我有时也会感到快乐，那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折磨。不，我人生中还是有些快乐的时光的，这只是表面裹着糖衣的折磨，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痛苦。生命中多数你所认定的幸福，其实都是表面裹着糖衣的痛苦。你可以说中国使得所有人给了他们终极的快乐，给予他们所有所能想到的幸福快乐。亲马伦，是的，那将会是很棒的一件事。亲马伦，顺道一提，在这里我们开始对西藏哲学感兴趣，它很接近四无量心，在无量心形式中的步骤。这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公式。愿我世界中的所有母亲都能得到幸福。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亲马伦，那不是很棒的一件事吗？那不是很酷的一件事吗？ Yeah， 他们应该得到幸福快乐。我一定会让这件事实现，我会达成这件事，我会对它负责。所以若能把他们应有的幸福转变成我将成为那个确实让他们得到幸福的人，那不是很好吗？所以这里有3个步骤。亲马伦，假如我所有的母亲都快乐，那将是多棒的一件事情啊。是的，他们应该得到幸福，让我们使这件事发生，一定会让它发生的，好吗？所以这里有3个步骤，我们在这张图可以看到3个步骤。有时为了找一张图，我要花很多时间，有时它会立刻出现。是的，3个步骤，所以告诉我这3个。步骤1，亲马伦，假如我所有的母亲都很快乐，那将会是很棒的一件事，不是吗？然后，Gyoje， 那是应该发生的。步骤2，然后步骤3，我将会让它发生，我一定会为此负责。顺道一提，在四无量心里，那里有第4个步骤，而它却没有在这里提到。那是什么意思？是的，上师，老师，喇嘛和天使。是的，拉玛哈。是的，请帮助我完成它。好的，在这里，他并没有拥有它。所以，假如你对人们有这样的影响力，把爱给予人们，宫本尼，在你的身上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假如你在人生中自我提升到某个境界，当你注视着其他人，他们在你眼中是如此美好，这是什么样的业力？那会是什么样的业力呢？假如你有这样的业力，那会发生什么事？那不是 mala， 用来解释 mala 的另一个字是什么？有另一个可以解释 mala， 解释花圈的词。
你查一下吧，它有2个名字。有人在那里是这么说的，有另一些人说，我忘了。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当你为其他人准备丰盛的餐点，特别是为比丘、比丘尼而准备的，你每天要为300人煮饭，一天3次，你为他们准备早、午、晚餐。这种想法像是，好像你邀请了达赖喇嘛，或者是你邀请了某位圣者来到你家里，然后你供养了他们300道家常菜，一天3次。但即使相较于供养这些大上师、长老尼、长老比丘，那就是说，在你的过去世，你曾有这样的认知，这些人是如此的庄严。假如你的意识里曾闪过一次像这样子的念头，天哪，这些人是如此的庄严，这样的业力比你供养数以千计的餐点给众多的大上师，这样的业力会远胜于你用所有的餐点去供养众多大上师。Charmi Put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你不可以把业力拿来比较。Charmi Put 这句话是说，他没有办法达成1%服务和做饭的业力。你们要怎么说？就是用家常菜供养1000位上师，或者是在意识里闪过一个这样的念头啊，我周遭的人是如此的庄严，我想让他们感到快乐，那是更好的业力，更好的业力。你查到了吗？我稍后再告诉你，你能找到他的。他的那本书不是叫 Ratnamala， 书名不是这个。不，继续查。我稍后会再查一下。好的，这里有一首偈，他引用了一首偈，这是在描述假如你则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种业力的力量，就是当你坐在椅子上看着众人，觉得他们很美好的时候所发生的。他们就像是我的孩子，而我想要他们快乐。对我而言，你也很美好。它代表着什么？充满力量的神奇，世间的神奇，密续的神奇和众生，他们将会喜欢你。当你和人们相遇时，他们将会友善地对待你，然后说：“嘿，早安！今天早上我去做一个例行的体检、血液的测试。那位女士是如此的亲切，她很……哦，天哪！我应该要在那里坐一整天的。早上4、5点起床，但是她是如此的亲切，那正是慈心。人们会用爱来对待你，他们将会依序去确认你是没事的，他们将会保护你。就像是静美今天很早就来载我去那里。Idewadan， 然后你就会一直觉得很快乐，好吗？你内心深处将会觉得你很快乐。这是来自拥有那些时刻 Ranavali。 OK， 是的，抱歉。OK， Idewa， 你会觉得快乐的。而 Denman 的意思就是好事将会整天在你身上发生。顺道一提，这是什么业力？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你想到身边的人有多么美好。你可以在美国吃着难吃的墨西哥食物，这些食物不会让你生病的。这个是说人们用枪或刀攻击你，但是你依然平安。
会这样是因为在那些短暂的时刻里，你曾认为你周遭的人是如此的美好，这就是业力，明白吗？一共有8种业力，他列出8种，不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所有你希望自己人生里发生的事，未来一定会在你的身上发生。你所有的专案呢，事情都将会成功，不需要辛勤的工作。你将会出生在一个纯净的世界里。有时候那是指某种暂时性的天界，梵天是那里的主宰，但是在更高的一个层次，那里指的是佛土。假使你没有立刻开悟，仅在某些时刻感受到他人的爱，8项极好的事情将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然而，即使你只是偶尔觉得别人是庄严的，也将会有8种好处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么，那是很容易的方法，去得到很多美好的结果。这就只是要，一般来说，我不认识你，我是说，万一你心情不好，你边看着人们边开车，比如格西麦克正在开车，他被大家搞得很烦，而我们正谈到如何注意你的心念。当他受人激怒的时候，注意到他，并对着他说：“别这样，你看人们是多么的美好啊，人们是多好啊。”你真的想自己住在衣柜里面吗？你这样不会快乐的。人们多好啊，跟他们出去玩吧。好的，现在这里有一首非常美丽的祭文，它的作者是正者龙树，我想在这里介绍给大家。那么我将会在文本里插入这一首新的祭。这是一直以来我最喜欢的一首祭之一。假如我没搞错，它也是，我想是的。好吧，它在这里。我在 DCI 常常教导人们这首祭，而我希望你们，我要秀给你们看，因为这首祭谈及业力的力量。去想象你生活周遭的人都是美好的。好的，只需几分钟。想象周遭的人都是美好的，所以让我们讲完这首祭好吗？你想要秀出这段诗句？好的，这首祭是在花园里讲述的，就是这里。好的，我们继续吧。我没有放上发音，我没有把技术性的发音放上去，但是我会当场和你们一起念，请你们念出来。准备好了吗？Sukham, Shilat, Kshantyah, Kantih, Shraman, Dyutih, Dhyanash, Chantir, Matter, Muktih, Karpa, Sarvarta, Sadani。OK， 很好。好的，让我们继续进行。这些是因果的相互关系，是由龙树所提出来的，异常的美妙，在一首祭里十分完整的阐述出来。有些人告诉我，他们想学习一些藏语，我想要学一些梵语，那么建议直接就学这首祭吧。这些是很棒的，很值得学习的记。将这些记在你的心里，会让你充满了力量。这就像是龙树整天都在为你说法，这是很美好的事情。好的，记住它，记住它。这些是根据正者龙树所说的因果的相互关系。Dana Boga，OK，Dana 是指什么呢？你们说说看。是的，给予的意思。那么接下来梵文里长音的 at 指的是什么？当 at 在字的结尾，长音的 at 是的，若实践给予，你会得到这个，所以它持续复诵 at。若一个名词的结尾是 a， 它的意思就是来自。
Dana 它的意思是来自，然后在 B 之前 T 要变成 D， 就这样。所以 Dana 东西要给别人的时候，你们获得了什么？Boga 代表的是享受，是的，那代表很多东西，好吗？像是报声 Some Boga Kaya， 对吧？你们会获得金钱，你们会获得富裕的生活，你们的生活中会充满了金钱、车子、房子、物品，你们会拥有美丽的东西、高品质的东西、好的物品。比方说，你有更多钱能捐给亚洲新传图书馆 Dolo，但是你们要把钱捐给好的慈善中心，借着给予 Dana， 因为这首诗他必须退回去讲下一个句子 Shila 来自于戒律，是的，有道德的生活方式。的确，戒律的本意是，你知道它的意思吗？清凉和活力。是的 Shila， 所以戒律是源自于善待他人，你会得到 Sukha， 你会时时刻刻都快乐，好吗？顺道一提，现在你可以看到他准备弹6度波罗蜜，所以就可以预期下一个会是的，不要生气。Shantiya 的意思是指耐心 ，Shanti 是指安忍。在梵语里的 KSH， 在英文中通常写成 QUI， 指的是安静，就像是从安详而来的宁静。你会得到 Kanti，Kanti 指的是金黄色的 ，Dolo 那是 Kanti， 它指的是金黄色的肤色，代表着美丽，可以是指英俊或美丽的。借由安忍，你看起来会像 Pachi 那么帅，或像是宝丽娜那么美，但要上辈子修，现在才会有这个结果。下辈子的状况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意思是说，当你不对别人发脾气，你的面相会变得越来越美丽。他说金黄色的，对吧？ Sharma Duty，OK，Sharma 就像是 Sharmanela， 它指的是困难的工作，它暗指其中会常有乐趣。假如你感到快乐，吉田大师定义第4个波罗蜜，当你服务他人时，就会感到快乐，带着愉快的心情做好事，不要做坏事。那个称之为 Sharma Duty 是一个很有趣的字，在现代的印度语里，它的意思是电能，那意味着你的个性很有魅力，同时代表你将成为一位领导者，人们会被你吸引，你将拥有一个充满力量、具有吸引力的人格。你们要如何称呼他呢？你将会成为充满领袖魅力的人，那个称之为 duty。你会拥有一个充满魅力的气质。在古梵语，这个字的意思也是指闪电。OK，duty。Dhyana 指的是来自 Dhyana， 来自冥想 Shanti。是的，在 C 之后 Sha 会变成 Cha， 所以 Shanti 是 Shanti， 它指的是祥和的，你会一直保持平静，所以他正谈到6波罗蜜，他用一句优美的寄颂来表示缘起，把这首记住是很好的。假如你想要知道一些梵文，假如你想在查帕拉湖区的餐厅里的鸡尾酒会中让人对你印象深刻，那就学一句梵文的寄颂吧。Mater 的意思是指 Marty， 而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在厨房里2个老公所了解的意义，那称之为 Mati。 而 aperitif 是 Mate， 来自 Mates， 若能理解 Mukti， 你就获得了自由。是的，
你得到了自由。自由来自于你懂得了在厨房里骂你的老公。现在，格西老师，你为什么把这首记放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谈论到他，我的意思是说，他写得很好，但是我们没有要谈他。是的，我们要谈下一首记，那是 Kirba 的意思是爱，就像 Kirba 代表了爱。Sarva 代表整体 ，Sarvata 的意思是 Siddhartha 目标 ，Sardani 你将会抵达。这部分的意思是抵达，你会达成你的所有目标。他所提到的那是非常的特别，我想我很多基督教的朋友都会同意。他说：“是的，你可以练习6波罗蜜。”它们是重要的，每一种都具有力量的业果。你的确应该练习6波罗蜜，但是事实上，只要你能够对某个人付出真爱5分钟，所有的目标就会一起达成，全部。好的，所有6个目标 ，Sarvata， 借着对某人付出5到10分钟真挚的爱，你就会达成6个目标。要用美好的爱，好吗？不要忘记那个。在过去的某一刻，你想着你周遭的人都是如此的美好，那等同于你行6波罗蜜的业力。好的，哇，好。或者是供养100万的僧人。好的，我们进行下一段内容。现在，当你觉得人们都是美好的，那份感受就越能扩大，你也更能强化这种业力。越多人能感受美好的爱，这份爱就会变得更有力量。假如你能延伸自己去触及更多人，你就会变成那一种什么轮子？太空船吗 ？OK， 它代表的是世界之王，这代表的是全世界的总统，所以这是很有趣的。假如你偶尔会有这样的感受，你周遭的人是美好的，而你爱着他们，那会是非常美好、强大的业力。若你能将这种爱稍微往外推及到更多人，这力量就会瞬间大幅增加，然后你将会成为世界之王。不用太多人，多10个人就可以了。你们想要成为世界之王吗？你有感受到给予人们的美好之爱吗？就像情侣之间的爱，你能用这份爱多爱10个人吗？假如你能这么做，你将会成为世界之王。好的，我会这么做。Chamba 指的是非常具有威力的世界之神 Brahma。谁界定了整个星球的范围？这数以100万计的世界。那是上述的记忆所提到的，你可以去到 Brahma 之地，假如你拥有这一条美好的爱。但假如你能够把这份美好的爱平等地延伸到所有众生的身上，进而延伸到宇宙本身，我可以称它为伟大的 Brahma。Mahabrahma 的意思呢，指的是佛性。你可以达到佛的境界，只要试着把你美好的爱再延伸一点。好的，那会带给我们已经得到了多少？That brings us to how many we got? Marsha, Tin, so Yon Champa, Ning J. Is it? Are we on 5? Marsha, Tin, so Yon Champa, Ning J. 是吗？我们到了第5项了吗 ？OK， 我们已经到了第5个步骤了。Ning J Champa， 伟大的慈心 ，Mahakaruna。好的，我们继续，让我们进到第5个步骤。
7步骤中的第5步，由了解因果来获得菩萨的知见。Yinje Champani， 这是什么？什么是伟大的慈心？ Tubon 指的是非常锐利而有效的工具，它可以帮助你自身达到了悟。现在我们来谈谈悲心。一般而言，悲心和什么之间的不同？你要说什么？好的，你们可以说 Chamba 的意思是说你爱着人们，你感受到 Maitri 悲心。然后 Yinje 指的是你想要帮助人们解除他们的痛苦，所以 Jamba 是说你想要他们得到一些益处，而 Yinje 是说你想要他们远离痛苦。我们稍后再来谈论它，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争论，关于有些人说 Jamba 先产生，你知道吗？首先你必须要爱其他人，就像你爱自己的孩子，然后你可以开始想要带他们远离痛苦。然后有些人说不是这样的，假如一个孩子从他的脚踏车上跌下来受伤了，你不用给他糖果，你要先帮他疗伤，然后给他们爱，好吗？所以悲心还有慈心。当宗喀巴大师勾勒出所有步骤，去证得菩提心或得到菩萨的知见，他说，在他的广论，在他伟大的道次第，他说所有的7个步骤会启动悲心，所有的7个步骤都会启动悲心。悲心是飞机螺旋桨的中心，一切的事物都能够开启悲心，就是这样运行的。是的，一共有7个步骤，但其他的一切事物都是绕着第5步骤转动。他认为第5步骤是最重要的一个。当你用其他的方式描述因果，你就没有真正谈及如何有效地引发因果菩提心。你把悲心当作因果在谈，它们与其他5步骤有关，意思是说，它们不是悲心的原因，或者是悲心的结果，而那就是我们称它为因果5步骤，并非说菩提心是结果，而是每件事都与悲心相关。他认为这是很重要的。这个意思是说，提供一个独特的解释 ，mixo 意指特别的，或者是独一无二的。在寺院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 mixel 指的是你有一个正式的例外，住持正式的期待，你不必洗碗，你不必种田。我获得了种田的 mixel。因为我曾经是会计师，所以他们叫我去种1天的田。我站在一头牛的背上，就是站在牛的背上。我做完第1天就挂了。然后他们说：“你还是回去当会计吧，你有 mixel， 你不需要出去种田了。”所以那称之为 mixel。在这里，悲心就是一种翻土机，悲心是一种特别的情况。所有的事物都围绕着慈悲心。根据班卡仁波切的说法，我喜欢这张小孩跳进水里的照片。我们之前讨论这应该是在哪个国家，我们还不知道。但在我看来，就像来自悲心。你可以跳进 Dakshe Yamje。Dakshe Yamje 指的是什么呢？平等和交换。平等和交换。平等意味着所有众生都有权利得到幸福，平等的权利。交换呢，指的是和他人异地而处，然后看看自己对其他的人多么的严苛。这是很有趣的事。意思呢，并非我要假装成别人，然后变得像那个人一样好之类的，不是那样的，而是例如我变成了宝琳娜，然后从他的眼光看着格西麦克，看格基老师多常给我惹麻烦，
你可以做到平等的，我平等地对待你，我们拥有同样的权利去得到幸福。为什么格西老师应该要派某人去买可颂呢？为什么不能是其他人派格西老师出去买可颂呢？那就是平等的权利。那感觉起来是什么样的？当格西老师说你去买个可颂给我，但格西老师不说我要去帮你买个可颂，那感觉起来不公平，不平等，对吧？所以这是 Nyamje 的2个步骤。假如你能对其他的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就可以做到自他交换，好吗？假如你能意识到某人会因为被派去买可颂而不开心，假如你有那种认知或者是敏锐度去感知他人的感受，那么你就可以做到自他交换了。所以这是个开始的好时机。假如你想用其他很棒的方式来证得菩提心，那需要2个步骤：视自己和他人是平等的，透过对方的眼光来看自己。这是第2种传统的方法，可以证得菩提心。这是一个可以从5步骤开始的好地方。跳到 Santidema 的2个步骤，这是一个可以进行的好地方。假如你觉得有一个特殊的冥想练习，它是怎么称呼来着？我忘了，自他交换吗？不，但它很像。好的，我们进到道次第的第8阶，然后你们走上第8阶，4个，我们称之它为 Pelgong。Pelgong 的意思是说，你不用经过1、2、3、4、5、6、7、8，你经过1、3、5、7、6、4，你是跳来跳去的。所以，假如你觉得是这样，那是格西老师给你的额外任务，这个不在文本中。假如你想做比较有难度的练习，而且想要挑战自己，试着在这2种方式来回来证得菩提心。第1种方法就是我们一直在学习的5步骤，而第2种就是 Dakshem Yangje 平等，让你自己能意识到你和他人平等，然后试着去看看他们如何看待你，这称为自他交换。但这不是你所想的那样，这不是你站在他人的立场着想，意思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意思是把你自己放入 Christina 的身体里，去看格西麦克，然后看看 Christina 是什么样的感觉，格西麦克是如何对待他的。你可以择一来证得菩提心。我要说的是，宗喀巴大师说过，用5步骤来证得菩提心，他们是以第5步骤为主。抱歉，这7个步骤以第5步骤为主。而我要接着说其他很酷的事，那是说，假如你想要，你可以从第5步骤跳到以吉天大师的方式证得菩提心。假如你是转轮王，或者是一位，你们怎么叫他的？飞碟王？你需要你的飞碟。假如你是菩萨，你需要你的悲心。他在这里是这么讲的：假如你变成太空梭之王，你最好有一台太空梭。假如你要成为菩萨，你最好拥有一些悲心。或者是你想要成为一个人类，不是一颗石头或者是一棵树，你最好拥有一些人类的生命。你的身体中最好是有生命的。阿底峡尊者说，生命使人生活着，悲心使人的灵魂充满了活力。好的，我们上完了这堂课，然后我们要去我们要踏上去探索宗喀巴大师最伟大的关于空性的著作的旅程，因为那里有一些东西，那会帮助我们的菩提心。好的，我们下一堂课见。